夏天的时候去 Jasper 已经很多趟了，那里的湖泊、山川、峡谷、动物，总是让我流连忘返。在冬天的时候，想起那里总会好奇，被大雪覆盖以后，那里会是怎样一幅景象呢？如果是在温哥华，4月份应该已经可以看到街旁盛开的樱花了，而在 Jasper 最多算是个早春吧。湖面上的湖水是不是化冻了都不知道。终于决定在4月份去那里待上3个晚上，一探究竟。这次的行程是这样的：第一天从卡尔加里开车400多公里到 Jasper， 沿路会在公湖、哥伦比亚冰原、Tingo 瀑布、San Juan 瀑布停下来看一看，然后直接到 Jasper， 办理完酒店入住手续以后休整一下，傍晚去药湖 Medicine Lake 看日落。卡尔加里是加拿大第4大城市，它前面的3个分别是多伦多、蒙特利尔和温哥华。我喜欢卡尔加里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离班夫非常近。从卡尔加里的市中心向西开车大概20分钟，你看到的景色就是这样的，是不是感觉心胸马上都开阔了很多？沿着公路在雪山中穿行，公路修得很好，还真得感谢那些修路的工人们。不过每次路过 Actual 都有一点小小的失望。你看远处袅袅升起的青烟，那是一个山里隐藏着的水泥生产厂。厂最初修建于1908年，周围山上的石灰岩石给这个水泥厂提供了主要的原料。它遵守了极为严格的环保措施，污染应该非常有限。不过每次经过这里还是觉得大煞风景。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班夫国家公园了。加拿大国家公园是需要门票的，一般一辆车的年票是139.4块，全年都有效。而且所有加拿大国家公园，不管是温哥华还是多伦多，都可以用。买1天内有效的票就是20块钱。我觉得门票主要的作用就是停车用的。公园里经常会有工作人员开着车到各个停车场巡视。如果你的车上没有把门票放在挡风玻璃看得见的地方，就会收到罚款条。如果已经有了门票，就可以从快速通道通过，这在夏天人多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。因为夏天游客高峰的时候，可能得在门口排上半个小时才能买上票通过。这里就是公湖，这是冬天被大雪覆盖了的景色。跟夏天的景色相比，我还是更喜欢公湖夏天的景色。这条路上会经过4个国家公园和1个省级公园，它们是班夫、尤赫、Kootenay 和 Jasper 国家公园，还有 Kananaskis 省立公园。如果是夏天，沿路吸引你看的景点不计其数。记得第一次开车去 Jasper， 走走停停，后来发现不得有取舍，否则7、8个小时也到不了 Jasper。远远看见那边有铲雪车开过来，其实这条路上的雪已经被铲得很干净了。仔细一看，原来他们在认真地修路边呢。这里路过的是水琴湖，这里有一个露营地。夏天的时候，很多驱车前往 Jasper 的人会为了节省时间，多玩一会儿，在这里简单野餐一下。现在看到的是 Saskatchewan 河交汇口。在19世纪的时候，旅行者还有皮草商人就是在这个地方穿过北萨斯喀彻河，前往大不列颠哥伦比亚，也就是 BC 省。这里就是哥伦比亚冰原了。现在我们一起看一看冬天它是什么样子吧。哥伦比亚冰原横跨北美大陆的分水岭，冰原的一部分位于班夫国家公园的西北角，而另一部分在 Jasper 国家公园的南端。它的面积大概有325平方公里，厚度可是有100到365米。
每年的降雪量是7米。冬天的时候，从卡尔加里开车到 Jasper， 这段路也叫冰原公路，不定期的因为雪大，公路不能及时铲雪而被封闭。从这里的冰原公路可以直接看到阿斯巴斯卡的冰川。从1884年开始，阿斯巴斯卡冰川明显的开始消融了。夏天的时候，游客们可以乘坐大巴在冰川上观光。阿斯巴斯卡河、萨斯卡川河还有哥伦比亚河都发源于哥伦比亚冰原。这里是北美水文的最高点，水向北流向北冰洋，向东流向大西洋，向南向西流入太平洋。Tango 瀑布就在前往 Jasper 的公路右侧，如果不注意的话，很容易就错过。我觉得这个瀑布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每一次都要在这里停一下。关于夏天这条路上的景点和故事，我已经做过一集影片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我把链接放在下方评论区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观看。这里我们来到了散瓦普塔瀑布。散瓦普塔瀑布在阿斯巴斯卡河的上游，它在原住民斯多尼的语言里就是湍流的意思。现在我们看到的瀑布还是在结冰状态下，瀑布在春末，也就是5月底6月初的时候最为壮观。那时候站在瀑布的湖口位置，能够感觉到河水滔天的气势。现在看到的是阿斯巴斯卡河，马上就要出 Jasper 国家公园，进入 Jasper 小镇了。Jasper 是夏天避暑非常好的地方，这里夏天最高的平均温度也就21-22度，而且夜晚很凉，所以来这里玩的时候，最好随身带的衣服就是那种冷了可以一层一层的加，热了可以一层一层脱的。按计划，傍晚时分要去 Medicine Lake 去看日落。药湖又称为魔法湖，是加拿大落基山脉中最神秘的湖，每年都可能会消失一次，因为它的水位受地下暗河系统的影响时高时低，不同的季节水位会不断的变化。春天到夏天的时候，来自南边马令湖那边的冰川融化，冰川水冲入药湖，湖水充盈。而到了秋天，山上的融雪量越来越少，水位就开始下降。到了冬季，这个湖几乎都消失了。可是到了来年的春夏，湖水又如约而至，如此往复循环。当地的原住民称它为 Medicine Lake 药湖，就是因为它看起来似乎有神秘的力量。其实这完全是因为湖本身有独特的排水系统。猜猜他们在这里拍什么？原来远处高高的树梢上有一个老鹰窝，母鹰正在那里孵蛋。今天的行程就到这里吧，下一期我们正式开始春游 Jasper。